沈飞发文推进胡鹰战机的出口，这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沈飞融媒发布了一篇题为“把握发展机遇，拓展军机市场”的文章。文章称，国际军贸向来是武器装备出口的重要方法和大国外交的有力补充。国家也有中国军事力量走出去的号召，要求集团公司一行装备服务两个市场，统筹沈飞装备研制资源，转变传统计划经济营销思维，积极开拓高端航空装备军贸市场，利用胡鹰飞机航展营销及相关型号平台优势，打造军贸的拳头产品。现在的问题是FJ-31胡鹰战斗机已经确定有可能装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推动出口 ？FJ-31胡鹰战斗机的出口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知道 FJ-31隐身战斗机是我们国家自行开发的第4代中型隐身战斗机。这款战斗机具有隐身效果好、航程比较远、飞行速度比较高，机动性也比较好等一系列优点。最关键的是，目前在同类型的隐身战机中，它的雷达反射截面是属于比较小的。从某些方面，特别是在雷达隐身方面，它超过了美国的 F-35，甚至要比 F-22也要好一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我们把它研制成能够适应中国空军或者海军航空兵所使用的机型，那么还有没有必要让它出口呢？其实这是问题的两面。作为一款比较先进的中型隐身战斗机，FJ-31通过改进改型，完全能够适合我军的需要。但是不要忘了，该机的研发初衷就是为了打开国际市场。因为从全球目前的情况看，在国际市场上能够买到的隐身战斗机，就是美国联合多个国家合作开发的 F-35ABC 系列隐身战斗机。而 F-35它是属于中型隐身战斗机，其大小、功能、性能都和中国的 FJ-31胡鹰相当。前面说到，它的隐身能力有可能比 FJ-31还好那么动力系统可能要比它稍微差一点，但是通过未来的改进改型，它完全可以追上 F-35A、F-35C 的水平。可以讲，胡鹰中型隐身战斗机有可能会成为我军未来的主战机型之一。它的保密重要不重要呢？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它一些关键性的技术我们还是要保密的。出口型的胡鹰和我们自用型的胡鹰，应该说在技术性能方面肯定存在着较大差异我们不可能把最尖端的一些技术出口给外国，但是起码它的综合技术性能应该和美国的 F-35差不多。那么胡鹰能做到吗？我个人看法是可以做到的，因为 F-35上面有的系统，咱们 FJ-31胡鹰战斗机都有，比如说有源相对雷达、红外搜索跟踪系统，以及 F-35上配备的综合光电孔径系统。按照我们目前掌握的技术，胡鹰也可以配备，因此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隐身能力都可以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这对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是有吸引力的，因为美国目前对 F-35战斗机的出口是严格限制的，尽管它很贵，但是也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的，因为它还要根据你的政治表态、政治站队来确定。如果与美国的政策稍有冲突，恐怕 F-35你就拿不到手了，花再多的钱你也买不到。
土耳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前些年呢，土耳其已经订购了几十架的 F-35战斗机，但是由于和美国交恶，美国对其实施了禁运，因此在短期内，土耳其是不可能得到 F-35的。那么有没有其他选择呢？目前全世界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中国的 FC-31胡鹰战斗机。该机的研发初衷就是为了出口，何况胡鹰战斗机的单价要比 F-35要低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吧？打开国际市场，应该说还是有可能的。那么目前对胡鹰出口构成挑战的，其实呢，有这么一些机型，就是美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退役的，或者是半退役状态的第3代战斗机。那么这些战斗机有些甚至是白送，是吧？即使是卖给别的国家，尤其是二手货嘛，也会很便宜。胡鹰到底属于第4代的隐身战斗机，它的单价再便宜也很难压到3代机的水平，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它的竞争对手除了美国的 F-35A、B、C 这个系列的闪电2战斗机之外，还有可能出现另外这个新对手，那就是俄罗斯的苏75将军隐身战斗机。尽管将军隐身战斗机到现在也没有上天，即使上了天，要想技术成熟，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样一个当口，如果 FC-31胡鹰能够向一些第3世界国家，或者是某些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国家出口的话呢，它就有可能打开部分世界的军机市场。在目前2选1的情况下 ，FC-31只要技术成熟、生产定型，打开世界市场的可能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一旦推迟了发展进度，让俄罗斯的苏75赶上来了，那么我们的竞争对手又会多一个，最终呢，鹿死谁手可就说不好了。因此，沈飞公司现在抓住机遇，力推 FC-31胡鹰的出口，可以说是一项正确的选择。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